的水鸭搭配清甜的莲藕，这样的组合您尝试过吗？您知道7孔藕和9孔藕分别适合做什么菜吗？硕大的胖鱼头，您是不是也拿它没有办法，不会烹饪呢？大气豪爽的三峡大碗鱼又有怎样的美妙味道？来自湖北的叶大厨为您带来正宗地道的湖北特色，鲜辣十足的洪湖野鸭焖藕，将美味与营养一网打尽。酱香浓郁的三峡大碗鱼，大气的做法让您大呼过瘾。想在家就能吃到正宗的湖北特色吗？那就一定不要错过本期的健康新时代。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的健康新时代。咱们国家呢地广物博，中国有8大菜系，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特色菜。而除了8大菜系之外，在其他的很多地区呢也有自己当地的特色菜。比如说湖北呢是一个物产很丰富的省份，而且湖北菜也是湖北人的最爱。那今天健康新时代就教你来做湖北菜，给您请来的这位大厨呢，就是来自于湖北的叶大厨，大家都很熟悉他了，欢迎叶大厨。那么关于湖北菜会有什么历史背景？关于湖北菜有什么特色呢？关于湖北菜我们该怎么吃才能吃得健康呢？给您解释这些问题的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养生专家，我们的医学老师。好，有请顾老师。大家好，今天我们叶大厨可以说好是家乡菜的推广员，对，也是一个家乡菜湖北菜的形象大使，对，在我们节目中起码算形象大使，对。那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2道湖北菜是什么名字呢？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2道湖北菜是现在我们湖北武汉现在最流行的2道菜。那么首先第一道我给大家介绍的是洪湖野鸭焖藕。洪湖野鸭焖藕用到的主料有水鸭、藕。那做我们这道菜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鸭子？是选那种肥的还是瘦的呢？尽量是做这道菜我们选用的是水鸭。水鸭，对，也就是所谓川肉，也就是说我们选用的是麻鸭。那么今天我们当然说了，我们是这个野鸭，我们可能不应该去吃它，珍惜。但现在有很多养殖的这种品种，对。那么今天我们选用这个，特别是我们这个秀水庄园给我们提供了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水鸭，就是这个自己来饲养的秀水庄园。对，它不是野生的，实际上不是野鸭，对，是一种饲养的这么一种品种。但是味道呢有那么一点点野味儿，对，不错。大家想订购的话，可以联系秀水庄园。那这个鸭子的处理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好，还是斩大块，是不是？给它1分为2，然后把脖子的位置然后去掉。我们这个呢给它弄成大块，因为一会儿呢是需要久炖的。对。其实说到鸭子呀，你看这个全国各个地方呢有不同的吃法。不过呢，话的说回来，就是因为这鸭子有营养，而且味道好，所以说大家才喜欢吃。是。那这个鸭子究竟有什么样的营养呢？鸭子呢是最适合我们秋季进补的。你像秋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要润燥，而且呢，秋天你要补大了，比如说我们喜欢补的这个热量过高，像我们说牛羊肉啊这种。补的热性过大的东西容易上火的食物，容易上火，它就燥。那么我们的鸭子的营养呢，它是温补的，那么可以补中益气、养血，另外呢可以润燥，对我们的这个肺有很好的滋养作用。当然呢，它还有很好的解毒的效果。解毒，但我一直在想，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鸭子呀，它属于是凉性的，对。秋冬季节本来我们就是一个天气比较冷的季节，再吃这种凉性的食物，对身体会好吗？对，它的这个凉性呢是温凉的，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就是那种寒凉性的，它是温的，偏温。偏凉，所以呢特别适合于秋季的润燥，而不是适合于冬季的进补。你像冬季我们喝鸭子汤有的时候就有点凉，但是我们呢要秋季喝的时候就是刚刚好，这个节气比较合适。其实叶大厨我会发现，这个咱今天准备这2样食材，可以说算是湖北菜中经常出现的2样。对，鸭子。对，比如说咱湖北菜跟鸭子有关的菜，您能不能想起来很多？啤酒鸭，对，用啤酒来炖的干锅鸭、张茶鸭，还有干煸的野鸭。现在我们锅中已经把水准备好了，将鸭子斩大块放进去，慢慢的把血水焯出来。这个咱这边焯的时候是冷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冷水焯水，冷水。对，这样呢利于将鸭子表面以及里面的一些杂质，慢慢的随着水温的升高，然后呢排出来，这样呢能够使这个肉吃起来没有杂质，对，没有这个血腥味儿。冷水下锅呢，血水容易逼出来。如果热水了，蛋白质一凝固，里面的血呢都凝固在里面了，就锁住里面去了，锁住了，它就比较腥。今天搭配我们鸭子一起来吃的呢，就是藕。藕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咱这个藕的挑选有没有什么绝招？当然要感觉雪白，它属于是个根茎类，对，干干净净的，没有这个伤痕，是吧？这个洁白无瑕。对，这个它的这个
结疤的地方，不要让它有破。当然，它在淤泥里面它会有那个寄生虫、污水、寄生虫、细菌比较多，它都会灌进去，到时候我们就买回来就不好处理。其实生活中你买藕呢有2种藕，是不是大厨？一种是那种少一点孔的，多少孔？7孔，7孔的藕，7孔藕。一种是那种11个，是不是？9孔的，还有9孔的，一个是7孔，一个是9孔。对，我有在想，这2种是因为品种不一样，还是说就是莫名其妙就多长了2个？其实应该是品种不一样，品种不一样。以前的节目当中，我给大家也介绍到，这个藕有2种，那么其实一种是粉藕和一种脆藕。粉藕它是几个孔呢？大概粉藕吧，它就是9个孔。那咱们今天这个属于是9孔，9孔的对粉藕。那粉藕一般适合做这种粉藕它适合吧，它这个比较这个滑一些，没有那么脆，然后它比较适合作为这个炖菜。然后吧，脆藕适合，比如说。像以前我做到的有这个干煸藕丝，然后还有酸辣藕丁，包括还有湖北的家常菜、武汉的家常菜，这个滑藕片，对，它都是清清爽爽的，很爽口的这种，脆的这种。一般像我们讲究营养上来讲，它们俩有区别吗？它的区别就是，你像这个7孔藕啊，可能更适合于脆草，也就是说，其实中医上来讲叫生吃。生吃藕呢，它是凉血、养血，然后呢解毒润肺的。那么你比如说，要是这个9孔藕，我们喜欢熟吃，熟吃就是炖吃，然后蒸吃，这种呢它就有滋养作用，就是说它的滋养效果。生和熟2种不同的特性，对，它就有补中益气、健胃开脾的作用了，也就是说能够补身体的。补身体的，对。那今天我们给它斩大块，接下来呢，我们是不是要把鸭子给捞出来？现在已经焯好水了，烫的差不多了，捞出来。好嘞，稍微再洗一下。这边我们给它捞出来。这个烫完之后哈，这个油呢会出来一些，对，然后就会呢显得我们这边哈，你这个肥肉的部分更少了，大多数保留都是瘦肉的部分。好，接下来我们拿去清洗一下。鸭子烫过水之后，现在已经清洗完了。接下来呢，让我们大厨来操作哈，对，怎么才能做出好的味道？倒一点点油，好，我们在锅底呢放一点点香辛料，用的是八角，还有一点点桂皮、生姜，还有非常好吃的辣椒。是不是湖北菜也是挺辣的？对，湖北菜其实吧，就是我现在来总结吧，它的口味是多元化，比较复合。对，比较复合。那说，比如说，它也有感觉很多像川菜的口味，徽菜，还有赣菜，包括还有湘菜，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融合。对，然后它这个菜系也借鉴了很多地方的风格。对，但是我感觉湖北菜好像最大的特点就是水产品用的多，是不是？河里的东西。一般的话，家禽是不是？用鸭子啊，用藕啊，用这个河里的鱼啊，特别多的鱼，包括水里面出的一些植物，是不是？对。接下来我们加入的是什么？大叔？接下来我们加入的是金沙豆瓣酱。这个豆瓣酱和我们平时吃的这种四川的郫县豆瓣酱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这个豆瓣酱是它的发酵的工艺上可能是有区别，口味上不一样。那这个辣味是哪一种辣呢？辣味它属于是微辣的。哎呦，那我们在家里如果做这个，可不可以用郫县豆瓣酱来代替？对，如果我们在家里做，可以用这个郫县豆瓣酱我们来代替。然后我们再加入的是什么呢？金沙辣椒酱。还是好辣椒酱。但是我在想，你看它已经加了一种郫县的豆瓣酱，为什么还要再加点辣椒酱？它这个豆瓣酱和这个辣椒酱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它豆瓣酱它是豆瓣，和干辣椒发酵的。那么辣椒酱呢，它是辣椒纯辣椒发酵的对，更辣一点。我总结就是说，它既想在这个汤头里面有酱香味，对，还得有辣味，对，然后还得有这种豆瓣里面这个豆豉的一些味道，对，豆瓣的一些味道。所以说相对来讲，这个味道口味重，但是以辣当头一点。那接下来我们把鸭子放进去，对，翻炒一下。现在炒的可以说是油亮的，来点辣椒之后呢，立刻就很红润起来了，非常黄，是不是？炒的时候呢，我们稍微在锅里多炒一下，这样的鸭子焖出来会更加的香。其实今天说到了湖北菜哈，我就真想问一下我们的大厨，你看这个湖北菜呢，我了解到的似乎也以地域划分能划分出来几块，比如说湖北武汉一带。它不一样。湖北武汉，湖北的荆州一带，它又不一样。鄂州一带，是不是？对。那这样的3个地方，它有什么不同的吗？
比如说武汉一带，它讲究的是什么味道？武汉的话，它的口味应该是比较融合一些。你如果比如说宜昌，这个荆州，去这边，它比如说有辣货、干货，辣和干的，荆州和宜昌这一边，它是土菜，自己农家腌的腌制的一些辣味儿，农家的食材，回头切成片儿蒸一蒸，对，这样的可能还会多一些。鄂州呢，它其实还有一些这个靠着水多的地方水多的地方，它可能还有一些野味儿，就是野兔啊、斑鸠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然后还有一些鱼丸子啊等等，就这些。那一般在湖北有哪些土菜比较典型的？你现在在湖北能吃到，在别的地方吃不到的。你比如说腊肉就是湖南也有，但湖南也有一些，对，它有熏的，也有腌的，有五香的，有麻辣的，还有原味的，都不一样的。对，我就吃过这个湖北的这个张茶鸭，非常好吃。就是刚刚好在快过年的时候，这些腊肉啊，以及这些辣的一些辣制的食材都 OK 了。对，好，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煸香，我们现在下入一些料酒，炒的差不多，煸香的时候加入一点料酒料酒来烹一下，这样呢能够使它里面的一些杂味去一去，然后来一点点酱油，再来点生抽，生抽和酱油一起加进去。对，因为生抽起的主要是调鲜、调味作用，调鲜。对，在我们加汤之前先在里面呢加一点生抽和酱油，还有料酒，然后也来炒香一下。接下来我们加入汤，现在呢我们就藕放进去吗？这时候对，藕和它一起烧。这时候藕是耐煮的食材吗？这个放进去会不会在出锅之前它就烂掉？不会，因为藕吧，越炖越好吃。对，因为这个季节包括鸭子和这个藕这种两个食材搭配在一起，因为秋天，藕我们大家都知道，藕它有美容润肺、止咳、利尿，它很多好处。所以说我们来一点点藕进去，不仅增加了一些味道也增加一份营养。这时候藕就不怕久炖了，因为藕呢它相对来讲比较耐煮一些，对，而且越煮味道渗透的越足。对，那叶厨告诉大家的。好，放进去。这是我们调成什么火呢？大火烧开。大火烧开，然后改小火焖。小火，那大概多长时间能够 OK 呢？大概要焖1个小时。又是1个小时。对，想吃好吃的这种炖煮型的菜品总是需要一些火力。那么现在我们就将食材放进锅中，我们等上1个小时之后，看看这道菜什么味道。那叶大厨刚才带来第一道菜还在锅中慢慢的炖着。对，说实话，这个火力还需要久一点，因为1个小时左右还挺漫长的。不过我们愿意等的时间，我们接着跟叶大厨学习做第2道菜。第2道菜名字是什么？三峡大碗鱼。三峡大碗鱼用到的主料有鳙鱼、豆腐。你看这个鱼咱今天叫三峡大碗鱼，怎么讲？三峡其实它是三峡这个水水坝出来的鱼，所以叫三峡大碗鱼。那么大碗就是当然了，很显然就显示它这个家常很慷慨，对，家常很气魄，这种感觉很家常，大碗很家常很大气的这种感觉，很彪悍的一道菜。对，这道菜是湖北当地的一个家常菜还是传统菜？家常菜。对。那今天我们选择一个非常好的鱼很关键，咱用的是什么鱼？这我们选用的是就是鲢鱼，也就是我们平时的这种鳙鱼，又叫花鲢，对，花鲢，还有个叫胖头鱼，我们喜欢叫胖头花鲢。咱今天是单独用头，还是说整个鱼都要用？整条，对，整条都用。今天我们是整条都用。先给它改个刀这个鱼我们已经把它杀好了。那我想问一下大厨，这个一般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还是老规矩，看眼睛，然后看腮部是否红润，然后表面呢？我们尽量是选用活鱼，因为活鱼当然肯定是新鲜，这个肯定是不用说。如果是活鱼的话，我们根本就无所谓挑，都可以直接自己回来宰杀就可以。对，只要身上没有这个伤疤，没有这个斑，伤斑就可以。咱现在改的刀属于是十字花刀。对，一般我在发现，我会发现在家里做菜的时候，这个改刀有学问。对，比如说这个做鱼，大多数我们都用1字刀，咱这个为什么用10字刀呢？其实吧，改这个大的十字花刀，其实就是只不过是为了让它更好的入味。它正好有4个平面，它这个肉感觉比较厚，对，它不是像咱们做小草鱼，好像就用1字花刀就可以了。对，这个好像它要把肉给它炸开，对，是不是？对，所以呢要10字花刀。你看10字花，它能利于它入味儿。现在我们再稍微多加一点油，来一点点油。
现在我们在锅中再来一些油，因为我们准备油炸了。我们这边呢，把这个油烧上，大概在油温什么程度的时候把鱼放进去炸呢？这个油温要高一点，高一点，大概在七成油温7成，7成油温大概也就是180度180度左右，180度左右。油温上来以后，我们把这个鱼炸一下，把它表皮炸脆，炸成金黄，然后我们再烧，就刚刚好，是吧？对。那说到这个鳙鱼我想问一下老师，这个鳙鱼它之所以说鳙鱼头好，是为什么？因为这个鳙鱼呢，它这个头比较大，为什么叫胖头嘛？胖头鱼实际上主要就是吃它的头部，就是头部，就是头的营养呢占据了整个。那么它里面呢有一个最独特的营养是什么呢？就是老百姓用来吃它可以治疗偏头痛。就是我们说，用头养头，好像那种这个中医的象形理论，就是说以形补形，以形补形。所以呢，就是用头可以治疗这种偏头痛。实际上呢，就是说它这个鳙鱼头里面有一种物质，我们叫做垂体后叶素，这种东西，叫垂体后叶素的东西，它可以呢，确实是对我们的脑子尤其是这种偏头痛，我们这个脑血管神经痛有很好的舒张血管的作用。所以呢，可以治疗我们这样因为长期的劳累、睡不好觉引起来的头疼病。那么另外呢，它里面的营养物质除了这个以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养脑的东西，像卵磷脂还有一些磷脂类的东西它的鱼头当中含量都是很丰富的。所以呢，吃了以后特别养脑子。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老年痴呆症的预防，小孩的这个脑细胞的发育都有好处的。说到吃这个鲢鱼头汤还有这个鳙鱼头汤，其实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大厨，咱这个鳙鱼呢，它这个里面哪个物质是最好吃的？当然是跟我们指一下，鱼云是哪个位置？就这个位置，就这个，就这个位置，很暄软，而且这个位置呢，它吃起来的时候动动的，就像果冻一样，那个肉非常非常有弹性，很有弹性的这种。很多美食家都给大家推荐，吃这个鳙鱼头的时候，一定得找这个鱼云来吃。对，如果错过了鱼云，这个头可以说错过了一个很精华的部位。对，现在油温差不多了，对，7成热，我们可以下油锅来。7成热的油呢有一个特点，表面平静，但实际上呢，它已经是波涛汹涌过了之后，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非常好的鳙鱼整条放进去炸。如果在家里呢做这道菜，其实我不建议大家用油炸，我们可以用油煎一下，煎一下，还省油，煎到两面金黄，也可以。所以说呢，咱建议在家里可以用煎的方式，用两面一煎，我觉得就很好。没错。淋一淋它，大概要炸到什么程度就刚刚好呢？大概2-3分钟，把表面炸金黄，定型金黄就可以了。2-3分钟，慢慢的炸它。这个炸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就是刚刚好表面金黄，而且有酥脆的皮，给它倒出来。这个炸完之后有这个鱼的香味和一点油，浇在这个鱼之后出来这个独特的这个香味了，不错。好，另起一个锅，对，然后我们在锅中来一点点油，这个油需要很多吗？不要太多，不要太多啊。这边我们给它炒香，葱姜蒜，简单的调味。烧之前我给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个淡水鱼和这个海水鱼的区别。因为淡水鱼吧，它这个纤维比较细嫩一些，和海水鱼相比。来比的话，它更细嫩一点，对，海水的味道鲜更多一些。对。那么淡水鱼呢，我们在烧的过程当中吧，就是水不要建议太多，然后这个烧的时候时间不要太久，如果烧时间久的话，这个肉质就会老掉了。对，要淡水鱼不要太久，对，越嫩，只要入味够味就可以。好，再一个就是海水鱼，烧的久炖，它炖的时间越长，烧的时间越长。它可能就会越好吃，味道可能会，就鲜味会释放的太久。对，但是淡水鱼不要在锅里烧时间久了。好，葱、姜，还有一点点蒜，爆个香。当然也要放一个八角，去鱼的腥味。对，也要放酱。我发现你看每次叶厨都是做湖北菜，我都会关注，他很喜欢用酱。对，湖北人是不是特别喜欢在我们的菜中搭配一些郫县豆瓣酱或者辣椒酱之类的？对，金沙辣椒酱、金沙豆瓣酱，这个都是烧鱼必须要用到的，还要用到我们的辣妹子。辣妹子就是辣椒酱。对，这辣妹子它是属于辣的，猛辣型的。对，湖北人比较擅长吃辣。对，
哦，这就是辣妹子。这个锅中呢是3种酱调在一起的，这个比例是1:1:1:1。对，用的是郫县豆瓣酱，哎，主要是加这个豆瓣和这辣辣的这个香味，酱香味，然后加点辣椒酱，来一点点辣的味道。如果说你觉得还不够猛的话，来一点辣妹子这种酱，味道唰的一下拔高起来了，这个角色上了3个台阶。好，给它炒香，然后加入一点料酒。大叔，这个料酒我看你倒的还是挺多的，对，大概多少大概就是2两。 ？2两就是2勺了，对，2勺左右。好，我们现在再把这个鱼把它放进去，整条放。整条放。这个鱼在家里面最好选择一个大锅，不然的话很容易这个造型就会不利于我们平时的时候在里面烹调菜品。我们也可以把它斩2半，斩2半，其实可以斩2半，我们可以把这个鱼头和鱼尾的位置分开。对，淋一淋入入味。这道菜现在我们要提前干烧一下吗？还是说就是彻底干烧？不用干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调味。调味，再来一点点，这是酱油。酱油这个量大概1小勺。1小勺。对。然后我们再加入，稍微放点醋。哎，他说为什么要放醋呢？香醋。香醋。对。放香醋是去它这个鱼腥味儿。之前放料酒还嫌去的不够，还要再来点香醋。对。可当时我在想，这个如果加香醋之后，这道菜它的鲜味会被破坏吧？因为有醋的味道，醋还是很抢味儿的。稍微加一点，没事，没关系。来一点这个味儿，属于是增加一种风格。对，它这个味儿会融合一下。第一，它可以去除它腥味，还可以更香，这个鱼更香啊。然后刚才最后的时候，我们再来了一点点生抽，对，来点糖，调鲜，来糖，对，就一点点。对就可以了，非常少，属于是淋在这个鱼的表面，星星点点的，放了一点点糖，也就去腥提鲜。没错，这道菜你看乍一看的时候呢，就给人感觉很生猛，很火辣，因为我们这个汤底的颜色就是一种很重的颜色，对，然后淋到，我们没沾到汤底的这一面。我觉得这边淋汁的时候呢，其实不用太久，因为它之前炸的时候已经全熟了差不多，然后咱再淋一点汁儿，慢慢的属于是。烧它一下，煨它一下就可以了。对，哎呦，看到没有？这才是大碗鱼，咱用一个黑色大碗来装，很大气。这道菜，我觉得这道菜在家里面3口人做了一道菜就可以了，或者说再搭配一个素菜就 OK 了。就一点米饭，哎呦，非常棒，真不错，真不错，很震撼，很震撼。对，这么大的一条，而且红亮的，不过味觉上会不会有冲击力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尝一尝，来，2位老师一起来尝一尝。哇，一起来。哎呦，需要一个肉厚。都说这个用鱼头霸鱼尾，看看这头究竟精华在什么程度？肉非常细嫩对，有点辣，微辣，也不是特别辣，也不是特别辣。这个辣味是你喜欢的吗？还可以。其实我倒觉得就是这个菜它这个口味上主要是这种辣，然后这个鲜为主。对，然后呢？它吃起来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用鱼它这个肉比较厚，所以说它吃得起来的时候，它这个头的位置还是吸味吸的比较多的。对，味道还是比较足的，味道比较足。像咱们说这种河鱼它土腥味比较重，但是这个鱼味呢，我们吃的没有任何土腥味。对，尤其是这个酱香味会在里面有一些。对，酱味很浓。对，跟您在家乡里面吃的这个菜一个感觉吗？当然了，一看就是很熟悉、很温馨的感觉。既大气又家常在家里面招待客人亲朋好友，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道菜，真的是很棒而且叶厨呢可以说是将家乡菜推广出来了。那推广呢不光这一道菜，锅中呢还有一道菜也要出锅了，咱把它请出来好不好？好，有鸭子，还有藕，一起来做的这个。你看这个锅中的这个汤汁已经属于是红亮的，对了，而且鸭子炖得很好，你看跟那个肉都有点离谱了。说实话，这种炖鸭子的方式我觉得很特别，特别在你看它这个汤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做这个鸭子汤那种，清澈的汤，它属于是这种红亮、这种带点油的汤。是，一会儿什么味道，尝尝就知道了。没错，藕的颜色好诱人啊！咱们一起尝一尝啊！哎呦，我真的比较关注这个藕。我们再稍微撒点香葱末，来点香葱末。哇哎呦 ，OK， 好嘞，来。我们大厨一起来尝一尝吃的藕。湖北人爱吃藕，是不是？因为湖北呢素有这个千湖之省的这样一个称谓。产藕，而且呢当地人也很喜欢吃，而且还这样藕断丝连。哇，
充满了藕断丝连的感觉。嗯，非常的粉。对，我这藕很藕，这藕选的很好哎。这藕